大家好，欢迎回到智慧省钱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聊一下为什么买同样的东西，有的人会花钱更少呢？举个例子，同样买一台1000美元的戴尔电脑，有人实际只花900美元，而有人始终花1000。关键是他们买的是同一种电脑，同一个官网，同一个价格，唯一的区别只有一个，他们从不同的入口进去购买。什么意思呢？那些直接通过官网购买的消费者要支付1000美元，而那些通过返现网站跳转到官网购买的人却可以轻松省下100美元。所以今天我想系统的聊聊这些返现网站如何帮你在本来就要花的钱上省2%到25%之多，而且不需要改变消费习惯。具体来说，在本期视频里，我会首先解释返现网站是如何帮你省钱的，然后我还会基于我个人的研究经验来解释2个更深层的问题。第一，如果 cashback 返现这么好，为什么商家不直接告诉你？第二，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用返现网站呢？最后，我会结合自己的使用经验，给出一个使用返现网站的终极攻略，让你成为真正的聪明消费者。大多数人理解的省钱是等打折、找 coupon 或者少消费，但其实更有效的一种方式是优化消费路径。我们还用买电脑的例子，假如你要买一台标价1000美元的电脑，如果你直接去官网下单购买，那你要付1000美元，但是如果你通过 cashback 返现网站跳转到官网购买，就能获得10%的返现，那你的实际购买成本就只有900美元。也就是说，只要换一个入口，你就可以轻松省下100美元。总结一下，你付出的实际成本等于商品的标价减去 cashback 的返现，这就是省钱的本质，那就是优化消费路径，而不是克制消费。那么 cashback 返现网站是什么？它是如何帮你省钱的呢？本质上，返现网站是一种按成交额付费的流量中介平台，它通过向商家证明这笔交易是我带来的，而从商家收费。另外，商家也愿意为一笔交易的成交而支付佣金。这些返现网站会把佣金的一部分返还给消费者，形成返现。换句话说，你并没有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而是通过一个带返现的入口购买，拿到一份佣金作为隐形折扣。我曾经和一家头部的 cashback 返现公司合作研究过几年，对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也就是商业模式非常熟悉。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完全是成熟的营销与定价机制，而不是漏洞或者临时优惠。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个很多人都会好奇的问题：这些 cashback 返现网站到底是如何证明这笔交易是我带来的，从而拿到佣金的呢？核心就在于一个词 tracking， 也就是交易追踪。当你通过 cashback 返现网站点击进入商家网站时，网站会在你的浏览器里放置一个追踪标识，这个标识的作用是告诉商家，这位消费者是从我这里点击过来的。如果你最终完成了购买，商家就可以通过这个路径确认这笔交易的完成确实受到了这个 cashback 返现网站的帮助，于是商家就会按照约定向这个网站支付一笔佣金，而网站再把其中一部分返还给你。这就是你拿到 cashback 返现的来源。从商业模式上看，这其实和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广告非常类似，区别在于普通广告通常只是按照点击或者曝光付费，而不一定对应具体的一笔交易。而 cashback 返现的模式更像是一种按成交额付费的广告模式，它和具体的一笔真实交易直接绑定，因此对商家来说，风险更低，效果也更可衡量。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 cashback 返现成功的前提是网站能够成功追踪到你的交易，如果追踪失败，商家就无法看到这笔交易来自于哪个 cashback 返现网站，也就不会为这笔订单支付佣金，
那么结果就是网站拿不到佣金，你自然也拿不到返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走了返现链接，却最后发现没有拿到 cashback 返现。问题往往就出现在 tracking 交易追踪被阻止上。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 苹果电脑上 Safari 浏览器，系统会默认开启一个隐私设置，叫做 Prevent Cross-Site Tracking， 也就是阻止跨站追踪。这个功能在隐私保护上非常有用，但它也会同时阻止 cashback 返现网站对交易路径的识别。结果就是你完成了购买，但网站无法证明自己对这笔交易做出了贡献，商家自然也不会支付佣金，最终你就拿不到 cashback 返现。所以如果你打算长期使用 cashback 省钱，一定要检查浏览器设置，确保允许必要的跨站追踪，否则很多返现都会悄悄失效，等于把本该属于你的钱白白留在桌子上。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返现如何帮你省钱，下面我会利用返现网站今天真实的返现比例来推演2个案例。第一个例子，假如你想购买一套男士西装，你看上了 Macy's 这套正在清仓处理的 Michael Kors 的西装，上衣$180，裤子$80，所以一共$260。如果你通过这个叫做 Retail Me Now 的返现网站跳转到 Macy's 购买的话，你结账的时候要付给 Macy's $260。但是因为 Retail Me Now 今天有12%的返现，这意味着你在 Macy's 完成购买后会从 Retail Me Now 拿到31.2块的返现，这样你最终支付的金额其实是228.8块，而不是$260。所以你其实是在清仓价格的基础上又打了88折买了这套西装。如果你一年里买几次衣服，那你就轻松能省下几百美元。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我们很多人都会用到的预订酒店问题。假如你打算出去度假，今天想在旅游网站 Expedia 这个平台上预订5天晚上的酒店，假设一晚酒店$200，直接支付的话，你要净支付$1000。但是如果你今天通过这个叫做 Rakuten 的返现网站跳转到 Expedia 上预订同样的酒店，注意这个网站今天正好在促销，返现比例从之前的3%飙升到12%。通过这个返现网站，你只需要点击这个 Book Now 到 Expedia 上下单订酒店，就可以直接帮你省下$120。所以你最后支付的是$880，而不是$1000。注意，我们这2个真实案例用到2个不同的返现网站。你可能会问，你是怎么找到返现最高的返现网站呢？这其实是一个好问题，我们一会儿就会讲到。现在我们需要回答几个更深层的问题，来彻底理解为什么我说这种 cashback 返现机制是成熟的营销与定价机制，而不是漏洞或者临时补贴。首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像 Macy's、Expedia 这样的商家不直接告诉所有人有网站提供12%的返现呢？很明显，商家并不愿意这么做。其实 cashback 返现的机制本质和传统的coupon很像，他们都在使用经济学上叫做个性化定价或者价格歧视的策略。也就是说，商家只把折扣给到对价格敏感、愿意多花时间优化路径的消费者，而让那些价格不够敏感的消费者继续支付原价。所以呢，用我们之前讲到的订酒店的例子，如果你想出去旅游，要保证酒店质量，所以你想订$200一晚上的4星级酒店，但是又觉得有点贵的话，你可以通过返现网站省$120，最后你酒店一晚上的真实价格其实只有$176。换句话说，不同消费者走不同路径，最终支付不同的有效价格。但是对酒店和 Expedia 来说，相对那些不知道利用返现网站而支付$1000的消费者来说，他们从你这里少赚了$120。所以商家不会直接告诉所有人 cashback 返现的存在，但是这种 cashback 返现的实践又可以吸引那些本来不会来消费这种高级酒店的顾客，而最大化酒店和平台的利润。这也是为什么 cashback 可以长期存在，而不是一次性的促销的原因。但是即使知道 cashback 返现，很多人仍然不使用，你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会把钱放在桌子上呢？ Leave money on the table。 原因主要有3个。第一，很多人会低估小额长期收益。其实2%或者5%的返现看似小额，但长期累积，每年能轻松省下至少几百美元。第二，操作摩擦成本，因为你要打开网站，跳转入口，确认订单，多花几秒钟，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第三是认知负担，不同网站、不同类别、不同节日返现比例，让人觉得很复杂，于是直接忽略。所以真正聪明的消费者会把这几秒钟的操作当作长期投资。使用 Cashback 返现时，还有几个关键的注意事项。第一个注意事项是返现商品的类别限制。很多网站对返现商品有类别限制，比如 Amazon， 他们的高返现往往只适用于 Kindle、Echo 等自有设备，其他商品返现可能很低，甚至没有。第二个注意事项是有些网站设有单笔返现上限，例如 RetailMeNot 常把单笔返现上限设置成50美元，这对小额消费没有影响，但对大额电子产品、酒店等返现额度就可能受限。第三，不同返现网站条款有差异，有的网站返现比例高但有限额，有的网站比例略低但无限额，购买前一定要仔细对比。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不同返现网站的返现比例差别很大。比如今天不同返现网站提供 Macy's 返现比例低至 1.5%， 高至 12%， 而且即使是同一返现网站，它的返现比例也是动态变化的，不是固定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Rakuten 这个网站，现在对消费者在 Expedia 上订酒店的返现是 12%， 但是几天前还是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这种返现网站通常会在黑五、圣诞节、感恩节等节日商家促销的同时，临时提升返现比例，以吸引消费者来自己的返现网站这里。这意味着，如果你是聪明的消费者，那你会在节日附近商家促销时，利用高额返现窗口期购买大额产品，这样可以大幅减少你的实际支出。我们刚刚提到，不同的返现网站提供的返现比例差异很大，那是不是要一个个网站去找最高返现呢？根本不用，我们可以使用返现比价工具 cashbackmonitor.com， 轻松找到最高返现的网站。那具体如何操作呢？第一步，当你要购买东西时，直接谷歌搜索商家名加 Cashback Monitor， 它会显示所有提供返现的网站及每个网站提供的返现比例。比如你要在 Macy's 买西装，那就直接搜索 Macy's Cashback Monitor， 然后点击谷歌返回结果的最上面链接，直接来到 cashbackmonitor.com， 网站上显示 Macy's 返现比例的列表，就是右边的图片。第二步就是点击列表中返现比例最高的返现网站链接，这里是 RetailMeNot， 因为它有最多 15% 的返现，这样就开始了利用返现在 Macy's 购买西装的流程。所以你看，你只需要选择返现最高的入口，就能拿下当下最大的返现，这就是降低搜索成本的技巧，花几秒钟就能比盲选网站多省几十甚至上百美元。注意，跟使用很多信用卡的逻辑类似，每一个返现网站都需要你单独创建账号，这样平台才能把返现金额返到你的账户中。这一点其实和信用卡返现是一个道理，没有账户就无法准确记录和发放返现。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你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返现网站上都注册账号。这就像信用卡公司主要就那几家一样，主流的返现网站其实也集中在少数几个平台上，只要在这些核心平台上注册，就已经可以覆盖绝大多数的购物返现机会。下面我根据我个人多年的实际使用经验，以及对于这个行业的学术研究，总结并推荐几家最主流、最值得注册的返现网站。这些返现网站返现比例高，而且比较可靠，不会随意克扣返现，包括 Top Cashback、Mr. Rebates、Rakuten 和 RetailMeNot。 这样一来，你以后每次网购时，只需要在 Cashback Monitor 的列表中比较一下这几家网站的返现比例，
选择当时返现最高的那个入口进入购物即可，既简单高效，又能长期稳定的把返现最大化。很多人以为用返现网站省钱已经到顶了，但其实真正聪明的做法是把返现网站返现与信用卡返现进行叠加，这样可以在同一笔消费上获得双重甚至3重返现，从而把整体返现比例大幅提高。具体逻辑非常简单，第一层是商家本身的优惠或折扣，第二层是返现网站提供的购物返现，第三层是你所使用信用卡本身提供的刷卡返现或者积分奖励。这3层是可以同时叠加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举个例子，如果商品原价$100，商家促销打9折，返现网站提供10%的返现，另外你用的信用卡还给2%的返现，那么你的真实成本是79块3毛8。也就是说，通过叠加返现，你获得了20%的综合折扣，这种节省是相当可观的。下面我具体展示一下如何快速高效的利用返现网站降低实际成本。下面我就以 Macy's 为例来展示一下如何使用返现网站来进行返现而省钱。首先，你要来到 Google， 然后呢，输入 Macy's Cashback Monitor。你看 Cashback Monitor 是最上面的网站，点击，然后在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返现网站提供的不同的这个返现的 rate 返现率，你可以从上往下看，从有12%、7%的，然后注意往下看，这儿 Retail Me Not 它写的是up to 15%， right？ 也就是高达15%，所以目前来看，这个15%就是最高的了，所以我们就点击这个，点击就来到了 Retail Me Not 的网站，可以看到它现在有up to 12% cashback for purchases site-wide， right？ 所以呢，就是说，整个 Macy's 网站的所有的购买都会拿到多达12%的 cashback。你说它为什么会写15%呢？因为你看左边，今天最高的 offers 是 up to 15% cashback for area rug 所以呢，15%是指最高的，但是如果买比如说我们之前举例你想买一套西装，那么你可以拿到12%的 cashback。如果你想看它的 terms， 那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你的花的钱的数额高于$125的话，那你可以拿到12%返现。但是呢，注意这个 cashback 的有 limit 50刀，说最多你可以拿到50块钱然后呢，从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 Get Reward。当然了，这里你要输入你的账户，这样它才能把这个钱返到你的账户里，对吧？好，现在我登入了我的账户，那我们回到这里，然后点击 Get Reward， 就会显示 You activate 12% cashback, right? Shop as you normally would. After we get confirmation from the purchase, we will email you with your rewards total. 就是说，现在你已经激活了12%的返现，然后呢，你就像你没有来到这个返现网站一样，正常的买东西就可以了。我点击 Shop Now， 那这样，如果你通过这个链接过来，然后通过在这个页面上购买了任何东西的话，那这个 Retail Me Now 的网站就会 track 到或者追踪到你的购买，然后呢，它就可以根据你购买的数额来给你返现12%这就是如何操作返现网站来省钱。总结来说 ，Cashback 返现并不是一个神秘技巧，而是一套成熟的营销与定价机制。通过选择合适的入口，叠加信用卡返现，并注意类别限制和返现上限，你可以长期稳定的降低实际支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Cashback 返现
是数字化时代价格歧视或个性化定价的体现。愿意多花几秒钟优化路径的人，最终支付的有效价格更低；忽略这些步骤的人，则会无意识地支付更高价格。所以，下次当一笔消费就要发生时，别忘了看看是否存在更优的入口，否则你可能把属于自己的折扣留在了桌子上。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感谢观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